哈喽，我是金，本期我们接着来讲人城之战第8场对决，双方的出战选手正式确定，果然和上一话新出现的坂田金时和齐格飞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会是人类的科学和生命的碰撞，人类方究竟会是谁出场，已经不用我多说了吧？那么废话不多说，赶紧进我们的解说时刻。施家擅自逃出病房，偷偷让坂田金时去调查屠龙英雄齐格飞。这事儿女武神布伦希尔德当然是不知道的，但还是因为施家不好好待在病房里养伤而大发雷霆，怒骂那个唯我独尊的男人真是太不像话了。一旁的格雷疑惑地问道：“施家伤得这么重，到底会跑到哪里去呢？”正在气头上的希尔德表示，他不会再担心那家伙了，因为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第8场比赛。不过话说回来，格雷还沉浸在不久前一向沉稳的别西卜大人竟然表露出了那样的情感。希尔德说道：“正因如此，就证明了冥王哈迪斯大人的败北对于众神来说是多么难以接受的事实。”格雷点了点头，的确是这样的。对于神明来说，哈迪斯大人是不可能会输的，就连开战前他们也是这么想的。突然间，低头说话的格雷一头撞在希尔德背上，他们的目的地到了。希尔德抬头望向了头顶，面对这扇充满机械感的铁门前，喃喃道：“这便是下一个选手的房间。”话音一落，只见铁门顶上一个监视装置射出了光线，径直落在了希尔德身上。扫描了希尔德眼睛后，门框上弹出了 open 的字样，紧跟着铁门开始运作起来，就跟保险库一样转动着把手，轰的一声，门开了。门打开的瞬间，格雷就傻眼了，这内部走廊也太炫酷了吧！他忍不住问起，这究竟是谁的房间啊？布伦希尔德突然气愤的翩翩起舞，笑着说道：“他便是人类史上唯一一位魔法师。”格雷还想接着问时，两人已经走完了过道，来到了房间内部。房间里光线很暗，格雷怕怕的抱紧了姐姐胳膊，但下一刻还是被吓出了猪叫。这地上怎么躺着这么多死人啊？还有那散落一地的纸张也很诡异。不过希尔德根本没在意，表示这些人可没有死呢，只是累得睡过去了而已。说着便直接跨过了人影往里面走去。听了姐姐的解释，格雷这才仔细端详了一番地上的人，果然都是一副酣睡的姿态。抬头望去，发现这哪里是个房间啊，简直就是知识的海洋。地上、墙上、天花板上全都是数学公式。而房间最里头正有一道身影在墙壁上写着，沉浸在公式里头，连希尔德两人的靠近都没有反应。此人的气场不在于他自身，而是他周围密密麻麻的公式，嘴里还喃喃着完美的物理法则，真是太美了。希尔德笑着打招呼，还是依旧如此呢，特斯拉先生。没错，此人便是被誉为最接近神的男人尼古拉·特斯拉。听见这个大名，就连格雷也惊呼，这便是那位吗？发明了交流电产生器、无线设备、荧光灯等等这些现代仍在被频繁使用的科学技术，被称为世界唯一的疯狂科学家。他的研究简直就是魔法。魔法？不，我讨厌这句话。我钻研的可不是什么魔法，而是科学。格雷大为惊叹，虽然听不懂，但感觉这人好有自信啊。聊完了家常，希尔德这才问起，所以那项研究已经完成了吗？早就完成了，在这里呢。无论何时，我所需要的都是将理论实现的素材。希尔德笑着回应道：“这样的话，那事情就简单多了。”只见他抬头喊道：“格恩达尔！”话音落下了一刻，身后传来了脚步声，向希尔德回应道：“他早已恭候多时。”来人正是女武神第9女格恩达尔。格雷是一脸懵逼，也不知道是九姐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这时特斯拉突然走了过来，在几人的惊诧目光下，径直来到格恩达尔身前，皱着眉头，用手在格恩达尔身上丈量，甚至还上起手来，就像端详艺术品一样把玩着格恩达尔。虽然格恩达尔并没有说什么，但一旁的格雷都看不下去了，这也太没礼貌了吧！只见下一刻，特斯拉竟说道：“你能把自己奉献给我吗？”一上来就是这种金钱，格雷怎么顶得住？刚想说的什么，却听姐姐格恩达尔表示：“没问题，特斯拉博士。”这操作差点没惊掉格雷下巴，这才刚见面也太直接了吧！格恩达尔将特斯拉的手置于胸前，笑着说道：“能将此生奉献给特斯拉，他乐意之极。”希尔德两姐妹露出了截然相反的表情，接着便听特斯拉自语道：“证明完毕。”和格恩达尔十指紧扣说道：“直觉能超越知识，他一直等待着格恩达尔，这一切都是为了科学。”格恩达尔也同样如此，一切都是为了科学。两人心意相通的那一刻，神器炼成发动，一道雷光从天而降，将两人笼罩。格雷被这突然的景象吓了一跳，希尔德则在一旁说道：“女武神格恩达尔所拥有的力量名为魔力持有者。”在绚丽雷光下，格恩达尔的身躯散发着光亮，开始幻化，整个人缓缓升起，从两人的连接处手臂开始出现了变化。接着，格恩达尔化作一道流光，环绕在特斯拉身侧，最终包裹其全身。第二道雷鸣响起，便意味着神器炼成完成了。地上酣睡的人都被惊醒，将目光投向了烟尘中。原来这些都是站在人类科学界金字塔前的传奇人物，近代物理学之父伽利略，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世称雷的母亲居里夫人，物理学之父牛顿，炸药之父诺贝尔，以及正夸耀特斯拉果然是个天才的发明大王爱迪生。
在众人的注视下，烟尘里的人影缓缓浮现。呵呵，想象并创造，人类敬为鬼神之物，我称之为物理法则。一股真气吹散了屋里的烟尘，此刻的特斯拉已然化身为自动机械超人。格雷又被这现代化的机甲给看傻了眼，是时候了，科学将超越神明。外貌大变样，但不变的是那自信的笑容。人类方代表特斯拉参上。神明方的宫殿里传来一阵悲伤的乐曲，原来是赫尔墨斯在书房里拉着小提琴，墙上摆放着各种谱子，甚至能看到有海格力斯、波塞冬、亚当和吕布的名字。随着赫尔墨斯饱含泪水的深情演奏，飘在他眼前的谱子开始自个儿谱写曲子，在一声荡气回肠的收尾声后，曲子完成了。与此同时，身后也传来了拍手声，正是苍蝇王别西卜。曲子真不错啊，是献给哈里斯大人的安魂曲吗？赫尔墨斯收起了乐器回应道：是的。话音落下，手里多了一本乐谱，他走在墙边的架子上，将其放在了灵符边上，一旁还有雷电的名字，这些都是赫尔墨斯替死去战士们谱写的安魂曲，是他对逝者最后的礼仪。完成了这一切后，赫尔墨斯又挂上了标志性的笑容，问起别西卜大人特地来他的房间，有什么事呢？别西卜沉默了片刻，向他说道：他有件事要麻烦赫尔墨斯转达给宙斯，下一站由我上场。神秘方选手别西卜参上。好了，到这里就是女武神第8战第2回的全部内容了。要是没有像世嘉那样半路截胡的情况再出现，那第8战出战人员基本就是特斯拉和别西卜了。科学和神明本就是矛盾的组合，被赋予到选手身上，在搬到擂台上，想必又会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上一场始皇帝拿下比赛后，人类方的比分就已经反超了神明。按照神明的尿性，这一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输了。而别西卜这毫无征兆的出战，背后要是没点什么阴谋论，反正我是不信的。并且别西卜有着制造了波旬和复活了阿托魔奇的战绩，实力方面肯定是有一手的。也不知道特斯拉能不能顶得住。一个酷似机甲战士，另一个酷似黑暗法师，接下来的一战怎么说也不可能再是肉搏了吧。好了，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那我们下期再见。